日本女人穿和服不穿内衣，这是为什么？和服称得上是日本人心中最值得向世界夸耀的文化遗产之一，也是他们的传统民族服饰。男人穿和服不穿内衣能理解，为什么女人也如此大胆呢？那么日本女人穿和服为什么不穿内衣？和服背后那个小包又是干嘛的呢？长按点赞加关注，跟老黑一起来了解日本的和服秘密。其实不用我说，大家也能看得出来，日本和服跟咱们的汉族服饰很相似，因为它就是由中国汉族服饰发展来的。日本江户时期和服叫做武服，跟三国时期的东吴女人穿着一模一样。直到德川幕府时期，和服这个词才出现，还是西方人对武服的称谓。不过到现在，日本买和服的店里还写着武服。过去日本女性穿和服不穿内衣的原因其实很无奈，这是因为以前日本压根儿就没有内衣内裤这种东西，直到明治维新之后，内衣才从西方国家传到日本。但是那个时候内衣裤又卖得很贵，平民老百姓是穿不起的，所以也没人穿。而且日本和服从里到外要裹上7层，不穿内衣裤也看不出来。不过据说日本当时还因为没穿内衣内裤发生过一件惨案。1932年，日本一家大型杂货店起火，就从窗口顺着绳子滑下去，结果在逃生过程中有10几个人掉下来摔死了，大部分还是女人。因为在顺着绳索向下滑的时候刮起了大风，这些女人在下滑过程中衣服被风吹起，整个下身都露了出来。她们因为羞耻心不得不伸出一只手按住衣服，然而一只手是抓不稳绳索的，所以就坠下摔死了。这么难穿的衣服，为什么日本女人这么爱穿呢？你敢相信吗？日本女人在穿和服时里面是不穿内衣内裤的。这种事情在咱们看来很难接受，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稀松平常。在大众认知里，光屁股穿衣服只有小孩子才这样，不穿内裤出门是非常羞耻的。但以前的日本人可没这种概念，他们觉得再正常不过了。因为和服本来就非常难穿，包裹性强，有很多层，穿起来得一件一件按顺序穿进去，十分麻烦。如果再在里面穿上内衣，只会让自己穿着更不舒服，而且可能还会影响整体穿着的美观程度。要是一不小心露出点内衣痕迹，在日本是极其不利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干脆就不穿了。不过现在的日本女性已经养成了穿和服就要穿内衣裤的好习惯了，因为他们发现穿上内衣能使自己穿和服的时候身姿更挺拔更好看。那么为什么日本和服这么不便，日本女人还这么爱穿呢？可以看出来，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视传统文化的国家。日本社会虽然现在进步发达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十分包容传统文化，不会排斥传统文化。就是这种包容性让日本女性能大大方方的穿和服上街，因为他们不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。真要说起来，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就没那么强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服确实非常能够凸显日本女性的美丽，隐藏她们的身体缺陷。日本女性身材娇小，而且因为日本人习惯跪坐和盘腿坐的原因，日本女性几乎都是 O 型腿。不得不说，和服的设计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，宽大的和服显得日本女人娇小玲珑，束发之后露出脖颈，踩着木屐，迈着小碎步，也别有一番魅力。而且很多人也注意到，日本和服背后都有一个小包，有什么用处呢？你知道日本和服背后的小包是干嘛的吗？作为日本的国服，和服一直被日本人喜爱着。不过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，和服跟咱们古代服饰有点相似，这是因为和服就是从咱们中国传到日本的。有资料记载，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将中国服饰引进日本。奈良时代正值中国盛唐时期，日本派出大批学者僧侣到中国学习，就把唐朝的衣服令学过去了。当时和服也非常有趣，叫做唐草、唐花、唐锦等。和服上的花纹图案也跟咱们类似，日本女性脸上的妆容也是仿咱们唐朝的。当时唐朝女性的面妆到达了一个空前华丽的状态，日本女性很喜欢唐装。从日本歌舞伎及日式传统婚礼上新娘的妆容可以看到，其实都与唐代女子面妆极为相似。后来他们就开始在我国服饰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改良，比如在和服背后加了一个小包，这个小包其实就是一种宽腰带，固定衣服不被滑落的。除了固定衣服以外，这个小枕头还有装饰作用。日本人觉得这种打结的方式能够凸显女性的身材美，他们会把小包打成各种结，打成蝴蝶结就有289种结法。
比如没结婚的女性会打上蝴蝶结，结了婚的女性打的是太古结等。不过还有一种说法，日本和服背后的小包装的真的是枕头和被子。过去日本为了提高女性的生育率，要求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外出要带着被褥，后来渐渐的把被褥改成了枕头系在腰后。随着日本人口数量慢慢回升，这个小包也变成了现在和服上必备的一个物件了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